这里布有结界，不会被发现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儿臣只想知道，是不是您在锁魂镯上做了手脚？你是说，从天枢尊者那里偷来的手镯？果然是你，锦绣。手镯不是我交给你的，是你违反天规，自己偷来的。偷来之后交给红茶妖使用。今天，为什么来找我问这个罪？我向天枢尊者请的是锁住红念的妖力之物，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噬之力？如果你安心历劫，不回中庭，此事怎么会发生呢？锦绣，天枢尊者警告过你多少次，逆天改命，必遭反噬。他有今天的结果，你怎么能怪别人？要不是你贪恋情爱，那红茶本可以平安地做一世凡人。如果你不去招惹他，他怎么会为你灰飞烟灭？杀死他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今天的结果，是你必须承担的后果。你是未来的天帝，何必在乎凡人妖怪的生死？苍梧山那些人受到三昧真火燃烧，痛苦不已时，你不也是一剑刺死，让他们得以解脱吗？若不是您让天兵血洗苍梧山，苍梧山又怎会生灵涂炭？生灵涂炭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命太一真人不要大动干戈，只要把红茶妖带回来即可。可是他为了邀功，自行其事，甚至联手苍梧妖怪，造成生灵涂炭。身为神法者，他做了最不该做的事情。既然话说到此，我也告诉你，即便他是你的师傅，联手妖怪造成生灵涂炭，我中天绝不姑息。传令，在。太一真人贬为下仙，押送下界。是。父王，如果你能早日点亮天地星，心无旁骛，怎么会有今天这个局面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你连累。父王，儿臣只愿天下太平。若身为天帝，要如此是非不分，将自己的权力和威严凌驾于他人的痛苦之上，那这天地之位，儿臣不认也罢。师父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锦绣，望你继位帝君，守护中天。你与我在一起时，总是会遭遇痛苦与不幸。我无力守护你，却自私的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最终却还是害了你。
也许只有你离我远一些，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才能真正得到幸福。沈浩，有急事相报，昆仑军他出什么事了？昆仑军在夜火桥跟天官打起来了。求求你了呀，昆仑君！这再耽误下去，这整个流转的时辰都给耽误了呀！我说了，要么就让我和师兄弟们一起过去，要么我就不走了。这流转全凭生死命数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？是吗？那我就真还不走。好，那你再打我一顿吧。天后，你又在胡闹些什么？在那夜火桥上之人是我的师兄弟，我等着他们一起过桥之后再结兄弟之义，有何不可？怎么能叫胡闹呢？你可知你和锦绣同为天地星入室历劫，苍梧一世，你们两个的天地星闪烁不定。你为救师兄弟而死，渡人渡己，定会成为帝君。下一次历劫尤为关键，不必在乎这一生的兄弟之情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反正也不会有记忆。纵然只有一世又如何？他们与我有恩有情，我理应看着他们过桥。他们没错，他们不是中天历劫的牺牲品。中天的帝君就是要踩着牺牲品的尸体往上爬的，又怎可拘泥于小情小爱？儿臣从未想过点亮天地星，也从未想过当帝君，幕后还是多劝劝哥哥吧。你，神尊大人，天地星历劫还未完成，时辰快到了，您赶快完成流转吧。苍梧山的人呢？他在月池台中央，身影披墨色云长。谢谢孟鹤了。日后中天王还我这个人情便是。星光却为他盛放，一树梨花暗于秋霜。他的裙角也烛光，无声楼中是微茫。若余生守望，却天各一方。若成为何人在此？苍梧山一役，北仙界的3位活力心怀愧疚，自杀而亡。他在月上伏笔时候，不曾遗忘。花期人未改，愿不与虚妄。盼着故人久别无恙，何时相望？只说剑气海浪。当不当帝君，由不得你。时辰已到，必须过去。太漫长，又须流芳。盼着故人来日方长，不畏风霜，待归来，人间不忘。参见帝君。又有何事？钟仙被我抽了神识，在他的神识中，我看见了锦绣。既然都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问？
昆仑君历劫归来，你不管不顾。如今锦绣不顾天地星历劫的规则，擅自返回天庭，你竟还主动替他遮掩。天地星自有其规则。天地星双双历劫失败，帝君果真只在意锦绣一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就再问一遍：锦绣究竟是你跟谁的孽种？够了！我再说一遍，此话不许再问。万年来，锦绣敬你为亲生母亲，你不但苛对她，今天竟然如此称呼她。我说他是孽种，难道错了吗？当日我诞下昆仑君，你却在我临盆时把他也抱回来，还对外称是我诞下了双生子。你对得起我吗？此事已经过去万年了，就不能放下吗？你究竟跟哪位仙子所生？凭什么非要他继承帝位？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告诉我真相是吗？有些事情你不必知道。既然你为了那个野种不惜干预历劫，那也就别怪我了。天狐王篡位，天女已经在逃，我暂且将我的双目交给你，务必找到天女，把她带到这儿，不要惊动中天的人。是。去吧。我儿日后的命运，就全仰赖你了。参见神后。免礼。你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不久便会痊愈。谢神后相救。北仙界闹到如今这般境地，我也没有料到。你从前与中天频繁往来，中天对你有所亏欠，我救你也是应该的。承蒙神后关照，神后救我，我感激不尽。但中天王对我所做之事，恕路遥不能原谅。哼，好一个不能原谅！我从前就觉得你的性子与我有几分相像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与中天王的恩怨，我并不在意。我救你，是有一事相托。神后但说无妨。昆仑君作为天地星下界历劫，我无法干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助他一臂之力。若是你能够帮助昆仑君
率先完成历劫，我便将中天神后之位交给你，助你重夺北仙界。路遥自当尽力。好，这是给你准备的转生令，已被我下了符咒，北仙界的人是不会找到你的。你拿着红线到夜火桥找到昆仑君，这红线能牵住你们未来的命运。我都跟您说了，他们已经离开了呀，您怎么就不相信呢？要是你忽悠我怎么办呢？小胡，天女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陆九和锦绣共同入世历劫，天地星历劫不可干预。如果我想追回阿九，就必须前去，和他一同历劫。那我可以和你一起去。那太好了。真的？不过我要先等一下我的师兄师弟们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干什么？路遥，我不会这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走。我的个娘嘞！可别再来一回了。浩宁，我为你找到凝魄珠，今夜就可以恢复本体了。人间百年，世有一小国，云人妖共存。世人皆论没有章法，此国故得名无章。人妖如何共存？不久之后，恶妖伤人，生灵涂炭，无数捉妖师聚于此处，才回归平安。如今有献王昏庸无道，欲求长生，无章国内却怪事频生。你们两个，试试。怎么，将军是不给本王这个面子呀，还是嫌本王的侍女不够漂亮啊？
殿下需以身体为重。说来奇怪啊，最近本王愈发的觉得身体沉重啊。无能的庸医，居然查不出本王有什么病，废物！李忠，殿下，看本王口谕，明日就将那个无能的庸医拉出去斩首示众。是。殿下，太医并无过错，无能便是过错。最近本王听说，城中妖祟肆虐，死了不少的人，就连宫中也死了有180人了。你可是最近卓拔的法部大将军，你可不要像那些庸臣一样，令本王失去耐心。别怪本王没提醒你，以你现在的官职，如果一旦犯错，那是要灭九族的。本王答应你，从明日起，你可以不来上早朝问安，只管着城中的妖祟一事便是了。下面来。谁不知道他坏事做绝呀？杀了他的人肯定的是忍无可忍。这是自杀了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坏事做多了，遭到了报应。你们就这么想让他死吗？这方圆百里，有谁不想让他死？杀了他的那个人，那就是活神仙。仗着有几个钱，大舅子又是知县，整日横行霸道，无精横死，当真是报应。要我说，查不清楚才好。哎呀，你跟他解释那么多干嘛？说了他也未必能听懂。看他那打扮，大户人家官商勾结，他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再大点声得了，我能听见。将军，破坏现场，吓唬百姓，回去自行领罚。是。去打探一下。哎呀，将军，有什么好打探的？百姓知道的也就那些事。不过我刚才是听明白了，你问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此人叫郑可，是当地有名的富商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仗着朝廷有熟人，狗仗人势，胡作非为，无恶不作，狼狈为奸，狼心狗肺。哎呀，将军，咱们回去吧。这个人不是自杀的，就是被人勒死吊在上面的。毕竟仇人那么多，杀人的事交给刑部去处理就行了，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此事没有那么简单，恐怕他真正的死因乃是溺水窒息而亡，而脖颈之处的伤，乃是他死后
被有些人故意而为之。淹死的？可这个房间也没有水啊。取发。将军，这是生死烟，3根点燃的木棍代表他的三魂七魄。木棍点燃之时，尚有一丝妖力隐藏其中，但3根木棍可点燃，说明他的三魂七魄完好，并非是那种吸人魂魄的恶妖作怪。暂且将尸体运往刑部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有新的发现。刑部的仵作验尸发现，尸体中还有一些水草，是附近莲花池里的。这个莲花池是郑可前些年买下的，用于观赏，旁人连靠近都不行。10年前，莲花池附近的借宿之人突然莫名消失。自那人失踪之后，莲花池里的莲花，每年开得比别处晚，败得比别处早。无论先前开得有多好，都会在6月16日那天准时凋谢完。所以将军怀疑此事与莲花池有关。走。去哪儿？凶宅。啊！这房中的符咒之物被突然摘除，就连郑可身上的玉佩也无故折断。将军是怎么知道的？眼睛看到的。那我们今天来是不是捉妖的？斩妖魑魅魂收命，急气如律令。行了行了，这妖道行尚浅，不是邪恶之药，那收妖符用不上。那我们今天来干嘛？等。等？你是莲花精？是。郑可是你所杀？是。小女子是为报恩，才向他复仇。报恩为何杀人？10年前，我生于莲花池，池水枯竭，多亏了一位公子，一位在我池边寄居的行乞者，他日日为我浇灌，让我幸免于难。然而那一夜，公子偶然得到一只龙宫水晶瓶，郑可为了得到这宝瓶，趁他不注意，就把他杀了，埋于我这池中。第2日一早，以水灌之，试图掩埋真相。你既是妖怪，当有法力，为何不搭救于他？他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会不想救？只因那时修行太浅，几无法力，直到3年前，我才躲过天劫，勉强修为人身，却又惧怕屋中的符咒，不得出来行动。所以，你故意让这池里的莲花在每年6月16日凋谢。尸骨沉在池底，无人知晓，恩人必定难以瞑目。我本意是想叫人发现池中古怪，或能让恩人的尸骨重见天日，可惜始终无人领会。你的恩人并非富贵之人，
为何会有如此贵重之物？那只龙宫水晶瓶，本是我为了报恩，特意在暗中指引恩人寻到的。不想，竟惹得那郑和起了贪念，反为恩人招来祸事。那你可知郑可他房间内的符咒之物，还有他的玉佩，为何会突然损毁？不知。那此事必定是有人刻意而为之。莲花精，凡事必定有因果，天命已定，又怎可逆天改命？郑可虽有罪，但尚有刑部制裁于他。你杀他，便是乱了规矩。今日我收你内丹，化为本体之后，望你好自为之，离开无章国，好好的修行渡仙吧。还站着干嘛？交出内丹，赶紧离开。小公子，主教好。小公子身子近日可还舒适？不打紧，我继续给小公子治病，小公子的病很快就会好了。孩童真是令人生厌。去死！陈姐姐姐救我！你这狐妖还想往哪里去？你专伤孩童，夺人魂魄，以及伤了数十条人命，今日落到我手里，算你罪有应得。哼，就你，区区一个捉妖师，还想拦我？毒手先生！我还没有提条件，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是我作孽太多，还请姑娘原谅。我要你的内丹。姑娘万万不可呀！姑娘，姑娘有所不知，这内丹对我们妖来说乃是至宝，是修炼的正解，炼成十分不易。若是舍弃内丹，所有的修为也会一并消失的。
内丹还是命，你自己选。记住了，没有下一次。谢神仙姐姐救命之恩。你不认识我？我前日才与姐姐相识，连姐姐名字都未得知，又怎么会认识？没事，是我认错人了。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外来了？我乃吴张国，最大药铺老板家的书童。药铺老板，还要什么书童啊？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家公子啊，可是青城学院的学生。前些日子，在一个同袍的提点下，非说要退学，发展自己的药铺，还将那套理论传授给我，让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本欲记录各花草特点，编辑成册，来到郊外寻觅，不料遭如此变故。失了忆的菊仙童，没想到还是这般细心。姐姐在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你不是说你家公子在青城书院吗？那位游说他的同学是相府之子昆仑君。姐姐，你认识？不认识。我跟你说啊，城外妖怪作乱很危险的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一个人早点回去。姐姐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大家好像对郊外妖怪作恶一事漠不关心，此次回去他们问起，我肯定又要被他们嘲笑了。没关系的，他们要是问起来的话，你就说是一个姐姐救了你。那神仙姐姐，可否告诉我一个姓名啊？木仙。最近城中妖怪伤人的案子越发频繁。是啊，这个月都已经有4起了。你可有发现这4起有何相似之处吗？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如此不可教也。第1起，念。第1起，死者是城中有名的恶霸，烧抢掠夺，无恶不作，捕快尚不能近身，却被螳螂精刺穿喉咙而亡。第2起，第2起，擅长制毒的采花贼用自制毒粉迷晕女子后，将其侮辱，又毁尸灭迹，被生父子精加以勾引，引毒7窍流血而亡。这第3起，当街殴打府中家丁、酒店小二，对生身父母拳脚相加的混账，被熊瞎子撕咬致面目全非，血流成河。还有那第4起，也是城中有名的恶霸，逃脱在律法之外，被害也是明知所向。但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，死不足惜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只怕一切都是故布疑阵，否则为何死去的全部是死有余辜、凶恶之徒？但他们确实是受过伤害才报复杀人，只是巧合吧？将军何必想那么多？情有可原，却又过度巧合。克伦呢？回来了吗？刚回来，被禁足了。
说吧，这次又做了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老板着个脸嘛，比我爹都还严肃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那私塾先生看不惯我，把我赶出来了。你这次又做什么了？冤枉！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帮助了其他学生找到他们此生此世所追寻的东西。比如挖个什么中草药5个狮子什么的。昆仑，无章4大学院，你半个月被退学转学了3回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哎呀，志不在此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哥，你这次来找我，肯定不只是问我学习的事。你呀，平时不是老爱去天女庙参拜吗？可发现有什么怪事？你突然这么关心天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对天女图谋不轨，否则就算我们俩是兄弟，我也绝对会跟你反目成仇，不共戴天。你能不能少跟陆九学成语啊？不伦不类的。最近城中鲜少发生恶妖伤人的案子，月内倒是发生了4起好妖惩奸除恶的案子。你是怀疑这4起案子不是巧合，可能是天女所为？这惩治恶徒，天女亲自动手也未尝不可。但毕竟一神一妖，她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你说的或许有理。这群妖怪背后，定有指使之人。若非天女，又是何人？这妖怪行善好事一桩啊，你何必执着于此呢？可无章国并没有此种规矩。这无章国的规矩，对普通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知妖劝妖啊，并非常人能所为。这背后之人，若不是妖怪，那就是捉妖师。对，肯定是捉妖师。哎，猪狗不如！哎呦我！天书尊者，义和有一事想询问尊者。天地星下凡历劫已20载，为何此时无从得知他与天地星的消息？那可知天女如今所在何处，又何时能够出现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帝君来关心锦绣，我又为何不能来关心昆仑君？放肆！如若没有别的事情，臣妾告退。一群废物！大王息怒！连一个受了伤的天女都找不到，甚至连一个影子都打不过，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！大王，我们已将北仙界境内翻遍，恐怕他已不在我们力所能及之地。会不会天地星带天女去了西海境内历劫？一派胡言！一位退了婚的女人，3界之内哪里有她的容身之所？牢里那老头呢？按照大王吩咐，只吊着一口气。可真是冷漠呀！自己的亲生父王都不管吗？照我口令，砸碎凡间所有的天女庙。我倒要看看，满足人类祈福请愿的天女，究竟还
什么时候？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。哎，昆仑君，哎，你小点声，我可是从府上溜出来的。啊，你又被禁足了？你不废话吗？你们几个都跑了，那教书的老头不得恨死我呀？跑到我府上，向我爹娘告了我一状，那不是你活该吗？你有本事别听我的呀！回去，现在就回去上学去。真是。你今天溜出来就是为了找我的？我是去参拜天女娘娘，沾沾福气，顺路来看看你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还可以去趟郊外。郊外可去不得。怎么了？我的药童前2天去山上采药，遭到了狐妖的攻击，差点命丧黄泉。幸好有位仙师救了他一命。真的假的呀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反正你还是别去了，要万一遇到什么危险，你还指望天女娘娘救你啊？那仙师叫什么名字？是个女子。啊，好像叫什么木仙。木仙？听说是一个惩恶扬善的捉妖师。哎，你回来！哎，哥，锦绣。哎呀，锦绣。传信镖，出事了！封印已解除，局已布好，就等他来了。切记，这些内丹只能暂时为信的肉身。你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复仇了。恶有恶报，谁也逃不掉。将军，不急于一时赶到凶宅，咱能不能先原地休息一下？是你自己非要跟着来的，不怕死就休息吧。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哎，我可是献王派来的人。酒，陆九，这附近前些日刚发生了恶妖伤人的案子，不可久留。哎呀，将军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咱们法部只管城里的妖祟之事就行，为什么要如此冒险，到这荒郊野外来查探？您可知，这郊外有多少起恶妖伤人的案子，又有多少百姓因此而丧命？短短1个月，就有58起恶妖伤人的案子，123人因此而丧命。官部、刑部瞒着知情不报，我们只看到眼前，还在为解决了几起命案而沾沾自喜。那献王跟圣上都不追究，那自然是有他们的道理啊。有何道理？都是凡人，那些当官之人、乡绅富豪和城内百姓、城外村民，又有何本质区别？将军说的是。前面妖怪作祟的宅子，一家20几口人，短短1个月，死了一半。请来做法的道士也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
一家人被迫搬离了此地。附近一些大胆的村民不信邪，也搬进去住。结果第二天，不明不白的变成了死尸。这妖怪竟然如此厉害！这报信之人究竟是何人，又有何目的？将军，我们真的要住这里吗？收拾房屋，歇一歇。在下锦绣，无张国人士。路过此地，只因天色过晚，在此留宿一宿，明日便走。这里太简陋了，山下有座山庄，你去那里吧。敢问姑娘，可是这里的主人？我也不过是借宿，但这里很危险，若你非要留下的话，自己当心。既然凶险，为何姑娘还要留宿此地？呵呵，怕什么呀？你一个姑娘尚敢独自在这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就算有妖怪，那又怎样？说不定，那妖精是一个娇滴滴的美娇娘。我王某正想会会，就怕她不来呀！还不快去收拾！我看，分明是有人在此作下命案，假借鬼神之名，故弄玄虚，无稽之谈。来，接着喝。喝了都身子饱啊！哎，兄弟们别停啊！来，继续。来。外面热闹得很，这姑娘怎么一个人在房间呀？姑娘若是遇到什么难处，尽管开口，只要王某做得到，必定竭尽所能。多谢。王某不才。
家中却也说得过去。如今又跟着县王当差，在城内也算是说得上话的人。姑娘若没有什么去处，不如要我跟你回去？我是看姑娘孤苦无依，着实看，还不如早早寻个去。将其行回，只要应了话，我保你丰衣足食，穿金戴银。好呀，我跟你回去。既然应了我，那不如我们先……鬼啊！有鬼啊！你他妈错了，那不就是个女的吗？哪有什么鬼啊？鬼在哪儿啊？就是啊，哪有什么鬼？你们都眼瞎了？那不是吗？那女鬼，那就她。王虎，你喝醉了，眼睛花了。公子，我亲眼看着他变身的。我王虎的眼力几时这么差了？他就是在那个宅子里作祟的女鬼。你自己说要抓鬼给我们看，结果喝多了跑到人家姑娘的房里，如今又把人家姑娘当鬼，你可知这鬼在你心中？公子，你想啊，一个姑娘家独自住在这深山野外的，这儿的人可都死光了，就她一个还活着，这难道不古怪吗？生得这么娇滴滴的，不是个女鬼，也是个妖怪。只要说害人呢，我给他抓过来。不得无礼。姑娘为何要捉弄于他？如今是他在吵闹，扰了我的清静。你不先责问你的手下，反倒来问我。既是我的手下，自然要问清楚，以免平白无故遭人戏弄。这里只有姑娘一个人吗？公子是在审问我吗？姑娘误会了。若是有其他人在装神弄鬼，查明真相，对姑娘也有好处。你们人多，你执意护短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道理你应该是懂的。你的人进了我的房间，说我是鬼，坏我名声，你不应该先向我赔罪吗？有男人趁夜闯入我的房间，还让我跟他回去。你说他哪里来的胆子？在下管教不严，待他向你赔罪。正所谓无风不起浪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洁身自不交。爱之。蛋有没有缝，那也不是苍蝇随便能叮的。还有啊，人间处处有是非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我要休息了。公子如果没有事的话，请回吧。此地凶险，今夜你们最好当心，万万不可单独行动。来，你喝呀！不喝，我喝不动了。不是。公子，怎么死了呀？这怎么看着也太奇怪了？这人死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身上也没有伤痕啊。是啊，对啊，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全身上下并无半点伤痕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半点伤痕？他们都是习武出身，岂会不识伤口？
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比现在更衣衫不整。姑娘有何高见？依我所见，公子还是尽快离去的好。凶犯尚且逃逸在外，若是以这些鬼神之事糊弄过去，岂不是正合了他的意？什么鬼神之事，都是众口所传罢了。我倒是要会会。你们想见识一下也无妨，不过丢了性命，还会连累其他人。姑娘也认为是鬼怪作祟。公子何必跟他废话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怀疑我？昨晚你叫我们当心，肯定是有意。王虎身子这么强壮，昨晚又对姑娘不敬，姑娘对他产生恨意，也是符合逻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不过都是你们的猜测，没有证据。你连作案手法都知道。王虎被发现时衣衫不整，显然受过引诱。这个院子里只住着你一个女子，不是还会有谁？况且王虎说的对，哪有姑娘独自在野外住的？陆九，不得无礼。你可知道我们公子是吴章国将军？我不过是个捉妖师，出门在外没什么不懂，又没有犯王法。你们是谁，跟我没关系。在下有怀疑不假，但姑娘不惧谗言，独居野外，这等胆量不输男子，令在下佩服。如今无凭无据，怎敢为难姑娘？死的是我们的人，姑娘说要查验尸体，在下又未曾阻拦。只是姑娘若是知道其中缘由，还望告知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来意可疑，你为何轻易相信她？我虽不认得这女子，却不知为何，总有一种熟悉之感。但是我总有一种直觉，木心是妖。你哪来那么些直觉？不许伤害她。来瞧瞧看一看呗。公子还没走。在下有话要同姑娘讲。请讲。我们是否在他处见过？没有。可我见姑娘却有故人之感，像是在何处见过你。木仙样貌平平，公子认错也不奇怪。在下阅人无数，若是有过渊源，断然不会忘记。这离城中不过110里路，或许在城中与姑娘有过一面之缘。公子非要这么说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在下有一事倒是好奇，姑娘如此行侠仗义，城中妖怪作恶，为何不管？我没有听说城中有人因妖怪作恶而亡。姑娘可曾听过郑可一案？听过。莲花精为恩人报仇，溺死凶手。姑娘认为他是好妖还是恶妖？非亲眼所见，我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便详细说说。郑可谋财害命，
担心冤魂索命，便在屋中贴满了符咒之物，身上也佩戴了可以辟邪的玉佩。莲花精日日见之，却也无计可施。正可死亡之日，玉佩被折断，屋中的符咒之物也被撕毁，莲花精方有机会。姑娘认为，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？公子心中既然已有结论，又何必来问我？假借妖怪之手，做着惩恶扬善之事，在下认为，定是某些有本事的捉妖师所为，就像是木仙姑娘一样。公子若觉得是无理之举，大可追根究底。恶妖自当该除，不过害得好妖修为尽失，也是可怜。断其修为，还要为他人做嫁衣。木仙不知道公子说这些意义何在。如果只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，我想公子是找错人了。好人除恶妖是除恶，好妖除恶人也是除恶。公子如果关心那些妖在哪里，倒不如找到恶人，趁早绳之以法。恶妖自有人成，恶人亦然。在下只是略微谈论一二，姑娘便如此伶牙俐齿，倒让在下不知，究竟是妖怪危险，还是姑娘更加危险。如果你觉得我危险，那你离开。只是玩笑吧，姑娘凑近一些，心跳得更快倒是真的。你那是心悸，好好休息就没事了。就连这句话也莫名有些熟悉。姑娘今晚多加小心。公子若有事，叫我便好。姑娘不也是昨晚才到？昨夜他只是害了王虎一个，我劝过你们离开，是你们非要留下。我既然敢一个人来，自然是有准备的。公子当心一点，我先回房。以未成口舌之力，一点儿不可爱。姑娘也多加小心。进。姑娘刚斥责男子半夜闯入你的房间，姑娘这么做，又是何意呢？公子可知，白日里我为何不敢与你靠近？为何？你说与我似曾相识，其实我是你上一世的故人。故人？
子风采学识，小女子很养活，不如多相处几日，岂不是更尽兴？夜深了，姑娘请回吧。唉，急什么？漫漫长夜，不如同榻而卧，我还能为公子解闷儿。我不惯与人同榻。公子竟然脸红了，公子果然是对我有意啊。你不是他。公子果然是喜欢我这副皮呢。若你现在离去，我定会留你全尸；否则来日我定会。公子如此绝情，只怕过了今夜就没有来日。是来救这位公子的。本来是替他来收尸的，实在是见不得你顶着我的样貌做这么下流的事情。这位公子可是喜欢姑娘，我善于化成他人心中所想，我能变成姑娘，想必如此。满口胡言！我去追，让你的救命恩人留下，只怕你去了反而更有事。你这女子怎会如此不知好歹？你们竟然敢追到这里了！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不要动。你武艺高强，怎么还中了那桃儿的媚术？谁让他幻化成你的样子，扰乱我的心？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
不要逞强，不及时处理，明日伤口会溃烂。我最已无爱恨，你不就一杯醇，百草繁华为起伏我说的要为你收拾是什么意思？竹满白昼黄昏。为何不问？我相信姑娘不会害我。落我心中沉沦，为一身锦绣落满泪痕。他要见万是不会。